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给大家讲述一部认认真真不装逼的感人片子《孙子从美国来》。老杨是生活在陕西大山里的一位农民，皮影戏是他的祖传手艺。老伴去世的早，儿子又远在美国，孤单的老杨独自一人过着寡居的生活，虽然孤独却也自在。这天儿子突然回家了，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，还带回来一个洋媳妇和一个洋孙子。按理说儿子娶了一个洋媳妇是一件很争气的事儿，但是老杨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因为他很快得知这个小男孩并非儿子亲生，而是洋媳妇和前夫的儿子，这让思想传统的老杨有些接受不了。但是儿子并没有给老人时间去消化这个事情，他们这次回来只是为了让老杨帮忙照顾孩子一段时间，因为他和洋媳妇马上就要去遥远的可可西里做志愿者。儿子害怕老杨不答应这件事，于是并没有提前告诉他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只留下一封书信，便匆匆离开了这里。看着儿子留下来的信和一脸不高兴的小洋人，老杨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一个是中国农村的白发老人，一个是美国长大的孩子，可想而知这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多么的大。于是老杨当机立断，立马放下手中的信，拉着男孩就去追儿子，但这个混蛋儿子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无奈老杨只好认栽，挠着头皮思考着如何充当起这个养孙子的看护人。男孩名叫布鲁斯，很明显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新环境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就连上个厕所都嫌茅坑臭烘烘的。老杨说道：臭就对了，香的那是厨房。接着把布鲁斯全副武装送进了厕所。老杨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表面上接受不了这个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洋孙子，但私底下却想着法儿照顾好他。布鲁斯想吃汉堡，但是老杨活了大半辈子也没有听过汉堡是个什么玩意儿。他去找杂货店老板娘询问，老板娘告诉他，汉堡那是城里才有的稀罕玩意儿，咱们村里没有。但是老板娘却告诉老杨，他会做这个洋玩意儿，一个馒头中间加了点肉，肉夹馍，不就是一个妥妥的汉堡了吗？于是老杨把做好的汉堡带回家，告诉布鲁斯，咱这个是中式汉堡，虽然长得很奇怪，但是吃起来 very good。 布鲁斯半信半疑，勉强接受。老杨真是吐得一手好草。布鲁斯喝不惯羊肉汤，想喝牛奶，老杨就去小卖部给他买，结果小卖部没得买，老杨就去有奶牛的文化站站长家里去讨新鲜牛奶，为此还欠站长一个人情。原来站长一直都想让老杨重操旧业，为皮影保护做点贡献。老杨开始并不愿意，因为此前每次新上任的官都是火烧过后就没音信了，对皮影保护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但这次站长不依不饶，为了让布鲁斯今后都能喝上牛奶，老杨只好答应站长重出江湖，去皮影培训班当老师。就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老杨和布鲁斯也逐渐习惯了彼此的存在。布鲁斯晚上不敢一个人睡，半夜偷偷爬上了老杨的床，还仔仔细细地将爷爷打呼噜的嘴巴给合上。他似乎已经开始依赖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了。但其实老杨并没有真的睡着，只是不作声的让布鲁斯安心的睡觉。看着睡在身边的孙子，老杨莫名产生了一种天伦之乐的感觉。第二天，布鲁斯好奇地看着爷爷从水井里打水，老杨开始担心布鲁斯会不小心掉下去，于是他吓唬布鲁斯不要靠近，如果从这掉下去，可没有人能救你。说完，他还从旁边搬来一块大石头，死死地盖住井口，并让布鲁斯尝试搬动这块大石头。布鲁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也没能搬动。老杨这才放下心来。布鲁斯问爷爷，这个井有多深？爷爷告诉布鲁斯，这个井很深的，可以通到你们美国。回美国后，如果想爷爷的话，就站在院子里面喊爷爷，爷爷就能从自家的井里听到布鲁斯的喊声了。接着爷孙俩对着井口大喊，爷爷布鲁斯，爷爷布鲁斯。但就算是付出这样细致入微的照顾，老杨也不愿意让村里其他人知道布鲁斯的存在，只准他在家里活动，甚至还悄悄带他去了理发店，把头发染成黑色，好让大家认不出来。回去的路上怕村里人发现，硬生生在村口等到了天黑才回家。爷爷牵着布鲁斯的手走在乡村的小路上，爷爷问布鲁斯，喜欢爷爷吗？布鲁斯说喜欢。老杨立刻说，爷爷喜欢你呀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布鲁斯逐渐习惯了中国农村的生活，开始释放孩子调皮捣蛋的天性。这天他偷偷拿走老杨把玩了10几年的核桃，想把它掰开吃核桃肉。于是布鲁斯把核桃放在门缝里，想借助门的力量将核桃夹开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爷爷家房门年久失修，已十分老旧，他的这一操作不仅夹碎了核桃，还把房门给拆了。这让人发笑的画面却直接激怒了老杨，于是老杨生气地追着布鲁斯想揍他，却一不小心踩坏了布鲁斯一直视若珍宝的蜘蛛侠玩具，这让布鲁斯十分的伤心，饭也不吃了，门一甩，似乎再也不想理老杨了。老杨怎么哄也哄不好，为了哄孙子开心，老杨托站长去县城买，就算是找遍了整个县城也没有蜘蛛侠，哪怕买来了一堆玩具，布鲁斯也没有打算原谅爷爷。这天屋顶上的蜘蛛掉下来，吓到了布鲁斯，
这一下不打紧，直接把布鲁斯吓进了医院。老杨心里十分愧疚，虽然他心疼核桃和大门，但他更心疼布鲁斯。于是他连夜做了一个蜘蛛侠的皮影，想拿给布鲁斯赔罪。布鲁斯从来都没有见过皮影，觉得十分的稀奇。将蜘蛛侠皮影拿到手里的那一刻，他也不再记恨老杨了。晚上爷孙俩躺在床上，孙子问爷爷，齐天大圣和蜘蛛侠打架谁会赢？爷爷告诉孙子，为什么要让他们打架呢？让他们做朋友不是更好吗？接着上演了一出孙悟空大战蜘蛛侠的皮影戏，两人成功冰释前嫌。不仅如此，两人关系还越来越好。布鲁斯每天和爷爷一起吃饭睡觉，形影不离，好像眼前这个中国老头真的就像自己的爷爷一样。布鲁斯还和爷爷做了一个约定，那就是春节一起吃团圆饭。两人还幼稚的拉钩印章，画面十分和谐。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正当老杨和布鲁斯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的时候，老杨的儿子和儿媳完成了可可西里的志愿者工作。他们回到中国这个小山村，想把布鲁斯接走。儿子还告诉老杨，因为文化观念不同，自己已经和媳妇分手了。听到这里，老杨的脸上闪过一丝落寞的神情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布鲁斯在自己的身边，突然的别离让他措手不及。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对儿子说，暂时不要告诉布鲁斯这件事，因为他还要带着布鲁斯去看他表演的皮影戏。在走之前，他要让布鲁斯好好的看一场皮影戏。晚上，老杨在露天的地方架起了皮影戏设备，他掀起幕布的一角，看着第一排的布鲁斯，心中充满了不舍。满脸天真的布鲁斯安静地期待着爷爷的演出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里。皮影戏演到一半，杨媳妇过来抱起布鲁斯，告诉他我们要离开了。布鲁斯挣扎哭喊了起来，老杨的儿子也在后台告诉父亲我们要走了。老杨强忍着泪水，但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皮影戏。他只是让同事拿出一盒精致的皮影送给布鲁斯作为临别礼物，接着又一头扎进皮影戏的表演中。也许此时的老杨很想去送跟他朝夕相处的布鲁斯，但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分别。这一刻的停顿，胡子拉碴遍布皱纹的脸庞清晰地展现出他内心的纠结与不舍。就这样，布鲁斯回到了美国，老杨又继续他孤身一人的生活。看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布鲁斯奔跑过的身影，老杨心里一阵难过。晒衣服的地方从2个人的衣服变成1个人的衣服，再对着这口井也听不到布鲁斯喊爷爷了。他也想起了和布鲁斯一起过春节的约定，但既然儿子已经和杨媳妇分了手，那么这个约定想必也永远无法实现了。转眼到了春节，老杨正躺在家中躺椅上打盹，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他吵醒。老杨不耐烦地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却是布鲁斯欢快的声音。紧接着大门打开了，布鲁斯一家3口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外。他没有食言，他赶回来和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中国爷爷过春节了。布鲁斯用标准的中文说了句爷爷过年好。激动了老杨冲上前去，一把抱住布鲁斯，抱住这个让他朝思暮想的孙子。电影的最后，一家人穿上汉服照了一张全家福，身后的门神也换成了孙悟空和蜘蛛侠。这一个小细节足以体现出中国爷爷对外国孙子的疼爱和宠溺。爱从来都不是文化和语言能够阻挡得了的。但是我想，这部影片想要告诉大家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有多么的宝贵，也不是爷孙之间融洽美好的疼爱与尊敬，而是常回家看看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